常听到一个说法，Apple Vision Pro 相比于其他 VR 头显，厉害的地方在于芯片和系统，而它的单眼 4K 屏幕则是不值一提的，因为这在供应链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像京东方就有对标的 4K 屏幕，甚至分辨率还更高，包括 Pancake 光学透镜也是，都是很成熟的方案了。苹果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消失的魔音，大家好，我是宏维，欢迎来到 K24期，也就是空间影像系列的第24期。现如今市面上能买到的单眼 4K 的 Micro OLED 屏幕，暂时只有一个规格，1.3英寸，分辨率3840×3552，刷新率90赫兹。像玩出梦想 MR 用的京东方屏幕就是这个规格，单2块屏幕就是一台 Quest 3的价格。如果你加钱，还可以买到索尼的，面板参数和京东方是一致的。但价格则是京东方的2倍，而苹果使用的屏幕规格是1.42英寸，分辨率是3648×3144，常规刷新率为90赫兹。这块屏幕严格来说是苹果设计，索尼代工的，和上面的大陆货不同，它是苹果独占的，其他厂商是没有办法用到这块屏幕的。那苹果这块屏幕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在肉眼之下很难发现细节之处的差异。这里我使用了高速工业相机对头显进行相位扫屏，在全局快门等效10000 fps 的慢镜头下，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屏幕的秘密。这里我们先看京东方屏幕的拍屏图像。首先我们需要介绍几个概念。Micro OLED 屏幕和 LCD 的刷新方式不同，是逐行滚动刷新的。屏幕由上到下逐行点亮，保持发光，然后再熄灭。以玩出梦想 MR 使用的京东方 4K 屏幕为例，屏幕每行第一次点亮、熄灭，到下一次点亮，这个时间即为1帧，称为帧时间。如果屏幕刷新率是90赫兹，那么帧时间就是1000除以90，约等于11.1毫秒。也就是每一行点亮后，再过11.1毫秒即1帧之后，它会被第2次点亮。屏幕每一行从点亮发光到熄灭的这段时间，则称为发光时间。发光时间占帧时间的百分比，称为占空比。VR 中为了减少视觉暂留导致的屏幕拖影，会维持一个较低的占空比。像京东方屏幕使用的就是20%的占空比，也就是每一行像素的发光时间为11.1毫秒乘以20%，约等于2.2毫秒。即我们会看到第一行像素被点亮发光，保持2.2毫秒之后会熄灭，保持熄灭8.9毫秒之后，在下一个帧周期再次被点亮。亮灭时间加起来一共为11.1毫秒。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参数叫扫描延迟，指的是1帧之内屏幕第一行点亮到最后一行点亮之间所间隔的时间。像京东方这块屏的扫描延迟是11.1毫秒，和帧时间相同。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也就是它的扫描速度和刷新率是相同的90赫兹。而因为占空比是20%，因此，在全局快门工业相机下的拍屏表现就是，屏幕在每一刻都有20%行的像素被点亮，然后自上而下一直扫描，这就有点像相机录制视频时的滚动快门。虽然屏幕以每秒90赫兹的速度进行滚动刷新，但因为视觉暂留效应，我们人眼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图像。那京东方的1.3英寸屏幕的拍屏图像就是这样，非常好理解。我也确认了索尼的1.3英寸屏幕的拍屏图像也是相同的，估计其他的国照光电、西泰科技等厂商的1.3英寸 4K Micro OLED 面板也是一样的。那 Vision Pro 的1.42英寸屏幕的拍屏图像是怎么样的呢？它是这样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是匪夷所思的，它和其他大陆货的刷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90赫兹刷新率时，它的帧时间和京东方屏幕是一样的，都是11.1毫秒。然后它每一行点亮的发光时间约为2.6毫秒，即占空比约为23.6%。但是它的扫描延迟是非常惊人的，只有2.5毫秒，也就是扫描速度可以视为是400赫兹。当我们将其和京东方屏幕放在一起对比，就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刷新方式差异。京东方的扫描速度是和刷新率相同的90赫兹，而 Vision Pro 的扫描速度是远高于刷新率的400赫兹。而因为通常屏幕刷新率的理论上限就是扫描速度，那对此就有2个猜想：一
Vision Pro 这块屏幕真实的满血刷新率是400赫兹，那这也太疯狂了，可能性很低。苹果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外星人科技。比较合理的解释是，Vision Pro 在黑屏的时间里进行数据写入，然后再统一以400赫兹的扫描速度点亮扫描屏幕。要如何理解这个假设呢？那我们测得的 Vision Pro 的占空比是23.6%，这里将其近似为25%，即取整为1/4，并假设扫描速度只有90赫兹的4倍及360赫兹，方便计算。京东方的屏幕是每次写入完一行数据就扫描点亮一行，然后每行保持20%的发光时间，而苹果的屏幕在每一行的3/4的黑屏时间里写入数据，然后在1/4发光时间里点亮保持，然后再熄灭写入下一帧的数据。而因为扫描速度是刷新率的4倍，所以它可以在1/2的真时间内扫描完所有的行，即屏幕第一行在0/4时亮起，在1/4时熄灭，最后一行在第1/4时间亮起，在2/4时间熄灭，第2/4至4/4时间则是全黑的状态，即一帧之内有完整的1/2黑帧时间。而对于每一行来说，写入数据是在3/4的真时间内完成的，即可以猜测 Vision Pro 这块屏幕的最高刷新率可能并非90赫兹，而是约120赫兹。但是它常规工作在90赫兹下，以换取1/2完整的黑帧时间。而京东方屏幕则没有完整的黑帧时间，拍屏图像里屏幕永远有20%的像素被点亮。那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佐证这一点？有的，苹果的官方开发者教程里有提到过，在播放24帧的视频时，会将屏幕提升到24的整倍数96赫兹，以提供更加流畅的观感。我用工业相机扫屏确认了这一点。除此之外 ，Vision Pro 上也配有一个防闪烁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灯光的频闪。实测在室内晚上开灯的时候，屏幕有时会切换到100赫兹进行显示，以规避50赫兹的灯光频闪。同样，从工业相机的扫屏数据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猜测这块屏可能真正的潜力是120赫兹，苹果降到90赫兹来日常使用。在需要的时候，会动态调整到96赫兹甚至100赫兹去实现一些扩展功能。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这是一块400赫兹的屏幕，即苹果确实有外星科技，但我们没有办法验证这一点。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屏幕参数，实际使用的时候会有什么区别呢？在摄影领域有一个词叫滚动快门效应，也叫果冻效应，指的是使用滚动快门的相机拍摄高速运动的物体时，画面出现的像果冻一样的扭曲。而因为 Micro OLED 屏幕刷新方式也是逐行的滚动刷新，因此可以说 Micro OLED 屏幕自带一个果冻效应。这个效应是可感知的。我们在开发玩出梦想 MR 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就是测试快速转动头部时，画面中物体的锚定感。例如将一个窗口放置在空间中，我们快速转动头部的时候，这个物体要牢牢地锚定在那个位置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怎么优化，这个场景下我们设备的定位的锚定感始终没有 Vision Pro 要好。直到我们拍屏之后，才发现这是 Micro OLED 屏幕刷新方式的果冻效应导致的。Micro OLED 屏幕是逐行点亮的，而传统的 LCD 是全局点亮的，不会有这个问题。Vision Pro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提升屏幕扫描速度到400赫兹，让果冻效应小到几乎不可感知。而市面上其他的1.3英寸屏幕，无论是京东方的还是索尼的，扫描速度只有苹果的约1/4，因此屏幕本身带来的果冻效应会是苹果的4倍。虽然最后我们也对此做了一些补偿优化，但硬件基础性能就差了4倍，软件再怎么优化也很难补偿硬件上这4倍的差异。并且因为 Vision Pro 屏幕扫描速度提升了近4倍之后，一帧内有1/2时间是完全黑屏的，这等效于完整的擦黑帧，理论上会让 Vision Pro 有更好的运动清晰度，减少屏幕拖影和视觉暂留，也是一个收益。但是1/2黑帧的用处可绝不是仅仅有这么一点。我们再仔细看 Vision Pro 的拍屏图像，我们会看到屏幕在1/2的时间里扫描完，然后在1/2的黑帧时间里出现了眼动追踪的红外补光灯的光斑，等到光斑熄灭后，屏幕再重新亮起。可以推测，在这1/2的黑帧里，红外光斑亮起，
此时眼动摄像头才拍摄眼动图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让屏幕显示的画面变化影响到眼动图像，避免来自屏幕的光线干扰眼动的精度。这在京东方的 4K 屏幕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屏幕上永远有20%的像素是点亮的，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关闭。因此，京东方屏幕画面会时时刻刻都影响着眼动图像。而 Vision Pro 的眼动摄像头一直都可以在1/2黑帧时间里拍到纯净的眼动图像，不会被屏幕光线干扰。因此 Vision Pro 的眼动精度在硬件图像采集上就有着天然的优势。而 Vision Pro 眼动追踪的硬件优势可不只是这一点。不久前 vivo 发布了 vivo Vision， 不少人在线下去体验过了，都感觉 FOV 很小，只有 Quest 2的水平。而 vivo 宣称的 FOV 是水平100度，垂直90度，这和很多人实际体验后的反馈不一致。实际上，我也在线下体验过了 ，vivo 并没有虚标 FOV， 而是它提供的面罩太厚了，导致眼睛离镜片的距离过大 ，FOV 变小。我们在双目 VR 摄影系列的 V87里提到过 ，VR 头显有一个虚像 FOV 和入眼 FOV。在佩戴 VR 头显时，我们需要尽量缩短镜眼距，让眼睛尽可能的贴近透镜的表面，增大入眼 FOV， 以获得完整的虚像 FOV， 达到最佳效果。那在体验 vivo Vision 的时候，我只要用力将头显面罩压紧，将眼睛尽量靠近镜片，就可以获得不错的 FOV。体感上是接近宣称的水平100度、垂直90度的。那 vivo 为什么要用厚面罩？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会影响 FOV 体验吗？事实是，他们不得不使用厚面罩，因为他们将眼动作为默认的交互方式。事实上，我们在开发玩出梦想 MR 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玩梦标配的面罩是厚的 L 码，会导致入眼 FOV 变小。我自己日常使用的面罩则是一个内部工程版的 M 码。Discord 上的网友也会自己改装薄面罩，让眼睛离透镜的距离更近一点，以获得更大的 FOV。而缩短镜眼距的代价就是眼动会变得不准确，只能使用手柄交互。玩梦的眼动模组就是常规的布局，眼动摄像头和红外补光灯都位于 Pancake 透镜表面最外圈的这一圈塑料件上。像 vivo Vision 透镜外的这圈跑马的大黑边，也是用来放置眼动模组的。当我们的眼睛越靠近透镜，那么位于透镜边缘的眼动模组，其实就位于相对于眼睛越大的 FOV 位置。简单来说就是，红外补光灯和眼动摄像头都离眼轴越斜，这样眼动追踪的准确度就会越差。因此，为了获得更好的眼动追踪效果，我们需要将眼睛离透镜越远一点，让眼动摄像头能够拍到更正的眼睛画面。这样反过来会导致头显的 FOV 变小，而 Vision Pro 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 Vision Pro 的 FOV 太小，导致画面不够沉浸。早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其实 Vision Pro 的 FOV 并不小，单眼水平约94度，垂直约80度，双眼 FOV 约是110度，重叠 FOV 比较小，大概是78度。造成 Vision Pro 给人感觉 FOV 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官方的面罩太厚。镜眼距太远，导致入眼 FOV 变小。其实它的虚像 FOV 并不小，也就是只要我们的眼睛离镜头足够近，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虚像 FOV。事实上，我在观看 Apple 沉浸视频的时候，会把最外面的那一圈磁吸面罩给摘下来使用，这样我就可以获得双眼110度的完整 FOV， 以获得最好的沉浸感。而最关键的是，在 Vision Pro 上，缩小镜眼距并不会导致眼动精度下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 Vision Pro 的眼动模组是放置在透镜之下的。目前市面上其他使用 Pancake 透镜的头显，眼动模组都是在透镜之上的，唯有 Vision Pro 的眼动模组是在 Pancake 透镜之下的，且每只眼睛配备2颗眼动摄像头。我们再来看拍屏图像，那我用的工业相机鱼眼镜头的长边 FOV 是190度，短边 FOV 是150度，投影为标准等距鱼眼投影。这里先看玩出梦想 MR。如果将眼睛靠近镜片，以获得头显完整的虚像 FOV 画面，那么红外补光灯包括眼动摄像头就会在非常边缘的 FOV 位置，甚至接近180度的长边画面边缘，这必然导致眼动精度的下降。而如果将眼睛稍微远离镜片，让红外补光灯位于约90度的位置，此时眼动精度就会提高，但虚像 FOV 也会被裁剪掉很大一部分，视野缩小。然后我们再看 Vision Pro 的拍屏图像。无论我们怎么靠近镜片，甚至将眼睛贴在镜片上，
红外补光灯也是在90度 FOV 之内的，并且奇怪的是，红外补光灯竟然和屏幕画面是重叠的，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补光灯的位置是在屏幕的四周，因此应该出现在画面图像更远的 FOV 处才对呀。事实上，到这里我们才能理解 Vision Pro 光学的独到之处。Micro OLED 屏幕的光线要在 Pancake 透镜中折返，需要发出的是偏振光，所以 Micro OLED 屏幕会贴一层偏振膜，把光偏振化。而眼动红外补光灯的光是非偏振光，它在 Pancake 中并不发生折返，而是直接透射过去。也就是 Pancake 透镜对于屏幕的偏振光有一个较大的放大倍率，而对于眼动红外补光灯只有一个较小的放大倍率。因此，虽然红外补光灯的物理 FOV 位置比屏幕更大，但直透过 Pancake 后的放大倍率比屏幕要小，因此实际入眼时，红外补光灯的趋向 FOV 位置会更小。包括眼动摄像头的光路也是如此，因此眼动摄像头能拍到更正的眼睛画面，得到更高的眼动精度。而为了实现这个功能 ，Vision Pro 的 Pancake 透镜的第一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口径和曲率，以保证透镜能够覆盖到眼动相机和红外补光灯。这对 Pancake 透镜的光学设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需要在生产时有极其高级的镀膜工艺。很多人体验了 Vision Pro 之后，觉得它的光学平平无奇，但实际上苹果把技能都点在了这里，为眼动精度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这也是苹果为什么自信将眼动交互作为系统默认的使用方式，因为它确实有着其他厂商所没有的技术实力。屏幕1/2黑帧的刷新方式 ，Pancake 透镜下的眼动模组，双眼动摄像头 ，R1 加 M2 芯片，顶级的软件算法，才最终让苹果有自信选择将眼动交互作为默认交互方式。这不仅要在软件算法上有投入，更需要屏幕加光学加眼动模组一体配合的综合硬件整合能力。全球仅此一家，断档领先，供应链上没有现成方案。Vision Pro 在商业上可能并不成功，但它绝对能够代表苹果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消费电子企业的科技实力。其他 VR 厂商要走的路还很远，我们需要正视这个差距，才能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那这一期的分享就是这些了，我是宏维，我们下期再见。